嗨，大家，这是一期咖啡沉浸体验吃播的影片。这部影片呢，我会分享3间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咖啡厅，有2间在北部，1间在中部。这3间呢，都是我会去2访3访的咖啡厅。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会用比较多的音乐以及影像给大家一个沉浸体验的感觉。我希望可以带你们跟我一起去体验这个去咖啡厅的感觉。那今天影片就开始吧。第一间呢是在永和的 Back of the House， 这间咖啡厅呢，它是比较属于日式茶几风的感觉，座位呢也没有到非常多，大概是15到18人左右。那他们平常是不限时的，所以其实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只剩下1个位置而已。不过后面因为刚好有人要离开了，所以我就有那个位置可以坐。那他们平常的营业时间也比较短，是11点到6点。那这一天呢，我吃的东西是他们的开放欧姆蛋。这个开放欧姆蛋呢，就是里面有我很喜欢的欧式面包，然后加上一些节瓜、蔬菜、杏鲍菇、生菜，然后还有鸡蛋跟 cheese 做成的一道开放式的欧姆蛋。反正我自己个人就是非常的喜欢这种早午餐的感觉。这3间咖啡厅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他们有这种类似早午餐概念的这种餐，但是这个早午餐呢不包含那种就是有非常多东西，像是什么一个可颂啊，然后1份沙拉，然后一个什么薯条还是什么的那种。我不是想要吃那个类型的早午餐，我比较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假设我今天想要去吃一个正餐的概念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很正式的那种意大利面店，就是它可以同时吃到一些好吃的餐类，然后但是又不是那种纯三明治或是一个纯面包的东西。你们应该懂我的意思吧？那这3间呢，真的是我万中挑选，离我家不会太远，但是呢他们又符合了我这几个标准的这些店。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就是偶尔会想要去咖啡厅吃一个正餐的人的话，那你就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那它的这个开放欧姆蛋啊，我自己觉得蛮惊艳的地方就是它里面的这些炒的配料啊，都炒的还蛮新鲜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培根是真正的培根，不是那种就是很廉价的培根，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还蛮惊讶的一个部分。然后它这一份呢是260块，我额外有再配一个类似红茶拿铁的东西，就是中规中矩，我没有特别的印象，但是我就是还蛮喜欢这个开放欧姆蛋。那下次如果再去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想要再吃1份开放欧姆蛋。第2间呢，也是在永和的原 Studio， 这一间呢是今年刚开没多久的咖啡厅，它其实就小小的一间，而且它好像是一个人独立运作的，它同时就是主厨，然后又是老板，所以如果餐点比较多，就是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它可能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等待是非常值得的。我这天吃的是辣椒奶油鸡肉杏鲍菇意大利面，他们同时还有饭的部分，就是有一些盖饭或是有一些咖喱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咸甜点，例如说我那天有点的昭和布丁，然后他们还有巴斯克啊，或是其他的生吐司或是鸡块等等的。那喝的部分呢，有基本的咖啡拿铁这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些茶类。那我觉得这间店很棒很棒的地方是，他们的餐点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他们的价格比起其他的咖啡厅来说，真的是比较便宜，大概便宜个可能30到50块左右哦。那我自己觉得以他们这样子的品质跟他们这个价格来说，我真的会再去2访3访，就是会想要把它的每一个餐点都吃过一次的那种好吃的程度。我这天吃的这个辣椒奶油鸡肉意大利面，他们的面啊是属于那种扁长型的，这个面体啊吸附了所有的汤汁。如果你真的要挑一个唯一的缺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它的汤汁可能最后有点被收的太多了，所以最后它就会少了一点点汤汁，可是整体就是刚刚好。除了这个面体吸附这个汤汁之外，它其实里面的这个鸡腿肉其实给的非常的多。那我印象中他们的鸡腿肉应该是没有做额外的调味，我自己是习惯就是鸡肉有一点点简单的调味，就是不要完全都是完全鸡肉的味道，但是这样子同时你也会知道说他们用的东西就是很真材实料。那旁边就会有一些例如菇类的东西啊，或是玉米笋等等的东西，整体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吃。
虽然说他是一个人在处理的，时间真的会需要等待一阵子，但是呢，就是这个好吃的程度真的是完全可以值得被等待。那我自己觉得很惊讶的是，他们的荞麦茶只要60块。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咖啡店一些茶类的东西，他们不外乎都是用一些茶包去泡的。可是虽然说他也是用茶包去泡的，但是他就只有收60块。那我自己个人就是非常的喜欢荞麦的味道，就是它不像其他的茶类，就是可能味道比较重，它就是属于比较清香，然后又有那种小麦的味道。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荞麦茶。那你这样子一大杯就是才60块，如果想要回冲也可以回冲。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喝除了水之外的东西，但是又不想要花太贵的钱在这些饮品上，这个荞麦茶或是这个炭焙乌龙啊、奶香精选，就它的茶类都只要60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佛心。最后就是它的昭和布丁，其实我在北部吃的布丁没有到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间。我觉得有一些很有名的咖啡厅卖的甜点，可能都还不如它这个好吃。它的这个昭和布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布丁，那它本身咬起来呢，它是属于比较扎实一点的布丁口感。那它上面的这一球，刚开始我以为是什么花生冰淇淋，因为它看起来就是有一些碎粒在上面，所以我以为是花生冰淇淋，想说很特别，这个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子吃到。可是吃下去之后发现好惊讶，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一个配料的味道。结果没想到它是焦糖杏仁，它有一个满满的焦糖的味道，然后你还可以吃得到杏仁粒的那种口感，整体就是非常的好吃，然后又有那种大人的焦糖味道感，而且它的奶油呢吃起来是不会腻的那种，就是你的舌头不会黏住的那种感觉。那它旁边这个焦糖酱，我觉得也是属于比较大人感一点的焦糖酱，它是不那么甜，然后会有一点点焦香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整体真的超级的好吃，而且这个布丁呢也只要100块，我真的觉得这间超级佛心，我希望它可以就是好好经营下去。最后一间呢，就是位于东市的象脚烘焙。我想应该很多人对于东市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陌生。东市呢，它是我的阿公家，是我的家乡，所以我每次回去东市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去这个象脚烘焙。它是我认识的一个阿姨的女儿开的烘焙店。那我当然不是因为她是认识的人开的咖啡厅，所以呢我才会常常去，而是她的东西真的超级好吃。我已经不止一次问过姐姐，到底什么时候要来台北开店，我一定常常去。但是呢，当然就是综合一些现实因素，就是没有办法在台北开店。但当然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他可以来开店。它是目前在东市唯一一间有自己手做面包以及手做一些餐点，然后跟一些咖啡厅的一个复合式空间。那它的空间虽然不大，但是呢，每天都有满满的人潮过来买他们的面包，因为他们面包不像传统的面包店，就是可能用的材料比较没有符合现代，就是比较属于健康的部分。他们每天呢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跟他们买面包。我只是在这里坐2到3个小时，期间就有差不多至少10组客人有吧。每当姐姐想要坐下来的时候，客人就会来，然后坐下来之后呢，下一组客人又会来，他们都是来买面包的。他们每天面包的品项都不是固定的，而且不同时段来你也有不同的面包可以买，都在他们的 IG 上面会公告。那每一次贩售的品项，我觉得大部分都至少会有10个品项左右。那除了面包之外，他们还有做甜点，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父亲节或是生日，我可能就会请他们做蛋糕。因为姐夫呢，他以前就是有在美式餐厅工作过的经验，所以他的简餐其实都是属于比较美式或是意式的一些菜单。可能就连在台北咖啡厅，你可能都会很少看到这些餐点，像是意式生火腿三明治，或是番茄 cheese 三明治之类的。他们的每一个早餐盘我全部都吃过，我都觉得很好吃。那你如果跟我一样就是喜欢比较重口味的话，那我就会非常推荐你培根炒蛋三明治，这个也是我今天吃的。他们其实跟我第一间分享的咖啡厅有一点像，但是你们看这个照片，你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分量真的差非常多。重点是有它的坚果碎，撒上这些坚果碎跟他们自制的辣酱，他们这个辣酱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像在吃明太子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自己的手做优格，然后配上他们的果酱，而且这样子一份就是才230块。每当回去东市吃到姐姐他们的这个早餐盘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
哇，这样子一盘在台北卖，你可能至少可以卖到350。那么还有就是基本的一些咖啡拿铁品项都有。而且如果你是喜欢喝燕麦奶，他们的燕麦奶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品牌，就是 Oatside， 就是非常的香，然后搭配咖啡真的会变得非常的好喝。那他们的营业时间也比较早，大概5点半6点就关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来东势这边骑脚踏车的话，他们的店呢就在车站的附近，所以呢，你们骑完脚踏车之后啊，或是你们在这里吃晚餐，你们就可以去骑脚踏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天。如果接下来有朋友要到东势来的话，那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是我必推荐的景点之一。那今天的咖啡厅呢，就是这3间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咖啡厅。如果你有去了之后跟我说你们觉得好不好吃，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